知道这个世界上第一副迪迦皮套长啥样吗？其实它是当啊，长这个样子，那看起来可能有点呆。但我们后来熟知的 TV 拍摄版本的皮套，其实很多元素就是根据当初这个原初的皮套改造而成。实际上，迪迦初始版本的皮套到开拍版本是有很多不同的，其中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主要是当时时间紧迫啊，距离开拍迪迦只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所以这副皮套是赶工出来的，而且只用于一些杂志或者其他材料的宣传作用就光荣退休了。而且正因为是宣传作用，因此高野弘一导演大手一挥啊，为了特写效果就不用开窥红了，于是初号皮套就成了无孔之人。值得一提的是，初号皮套的眼睛其实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因为需要在钻石切割的透明件下方安装乳白色的隐藏光源，多重结构配合内涂的浅琥珀色，以求让皮套在户外拍摄时效果更加自然。就像我之前介绍迪迦设计时候说的，用脸部各种线条配合光源，以求达到不同的表情效果。然而尴尬的是，实践了之后，最终效果依然有点胃疼，因此后续用于正剧拍摄的眼睛已经是大改了。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儿，那就是高野弘一看到出版皮套正式被穿起来的时候，突然奇思妙想，我说浩浩啊，要不要考虑像艾迪奥特曼那样，后脑勺咱给加个盖子什么的，顺道就把拉链给遮住了。这里可以看到高野弘一导演和成田亨大师的理念还是很接近的，毕竟也是曾经和成田亨合作过的元老级人物，因此像这种背部有拉链的遗憾也继承了下来。毕竟众所周知，很多经典的设计来源都是一些时代的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胸前的计时器，再比如这个拉链。此外，这些解说吉列多的人的设计，一些朋友质疑吉列多的人致敬巴尔坦星人是我胡说八道。那这里给大家贴上原版的访谈内容，大家可以在设计稿中也找到原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和大家科普的内容都是有出处的，也请质疑的兄弟发言前得先做做功课呀。总之，最终并没有通过这种想法，原因也很简单，一就像我之前说的，各种开拍前的宣传准备活动迫在眉睫，没时间改了。二则是完善浩老师直接打面，因为他本人说过，其实还蛮喜欢背部这个凸起的结构啊，一点小私心。不过负责任的完善浩老师还是在画稿给我们展现出了概念图。如果真这么设计，那么迪迦的后脑勺凸起就会被盖住，然后沿着胸甲的装甲做延长，这样就可以挡住拉链。优点嘛，就是能够凸显迪迦的身材；缺点嘛，那就是皮套的穿脱会相当的麻烦。总之就是这种设计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并没有做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迪迦头部后侧的凹陷。其实本来完善浩老师考虑，也许可以让这个凹陷像隧道一样连接着迪迦额头的水晶，然而又因为工期问题与时间冲突，所以最终还是成为了一种概念性的设计。有趣的是，针对这个凹陷，其实完善浩还萌生过一种有意思的设定，那就是背对太阳之时，用这个凹陷吸收太阳的能量，并且反馈给额间的水晶，最后发出 CQ 的光线啊！当然，与之前所有的设想都一样，都只停留在初期阶段，并没有实施。而除了以上这些并未实施或者效果不理想的设计之外，是不是其他就一帆风顺了呢？当然不是。比如皮套的配色问题就出现了令人汗流浃背的情况，首当其冲就是这个设计稿中介于蓝紫色之间的类似于潜水服质感的色彩。定睛一看，自家的库存没有这种颜色的材料，除非定制。但是人家甲方爸爸的意思是定制，那当然 OK 啊。不过呢，由于这种颜色的材料不算热门，所以要定的话，那就必须直接玩批发。简单来讲就是大大地烧钱。那众所周知啊，那会儿的远古最怕的就是提钱这个字儿，毕竟之前很多想法都是因为 money 的原因没有付出实践。因此完善浩老师亲自出马，退而求其次的又准备了3种蓝色的材料用于摄像测试，并最终敲定了我们现在荧幕看到的蓝紫色。至于红色嘛，完善浩老师的意思是区别于昭和系奥特曼的那种比较哑光还微偏橙的红色就可以了，毕竟新时代新气象嘛，于是就选用了这种比较亮一些鲜艳一些的红色。而且之前在戈尔赞诞生那期提到过，完善浩老师设计奥特曼以前就是个制作皮套的小天才，所以其实他当初也做了比较素的没图案的迪迦皮套让演员穿起来，然后完善浩老师亲自用圆珠笔把纹理啊、护胸啊、垫肩之类的位置都画了出来，并且强调以曲线和平行线为主，这样当皮眼穿上皮套之后，肌肉就会把皮套的身材自然的衬托出流线型，简直无敌。而解决了大方向的问题之后，就是一些其他具体部件的准备了，比如迪迦用的靴子也是完善浩老师亲自准备的，因为当时拍摄用的是类似于游乐设施的比较草率的质感，那完善浩老师肯定是忍不了的，于是便把之前他在赛文奥特曼的一个 OV 地球新人的大地中赛文皮套的靴子拿来用了。主要是赛文的那个靴子不仅是完善浩老师亲自找的，更是得到了当时赛文皮眼的好评。不过为了保
持皮套整体颜色质感的统一，所以在迪迦身上用的时候，外边还套了一层潜水服的材料，只能说远古经典手艺说是。至于手套用的则是手术手套，不过装载方式与初代刚好相反，初代的手套套口在外面，而迪迦的则是收在皮套内。最后则是迪迦的标志性胸甲，事实上这也是典型的无心插柳。其实本身设计图的标准胸甲应该是这种尾端尖尖对齐的样式，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用于做初代迪迦皮套的名为 Flex Skin， 类似于硬塑胶的材料，造出来的胸甲成品呀，不仅成型差偏硬，而且还收缩，于是就成了初代迪迦皮套这种尖端对不上的尴尬情况。但依然是那句话，当时一切都是与时间赛跑，所以就这么招揽。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拍摄版本的皮套虽然用潜水服材料制作了胸甲，但是新的护甲居然阴差阳错的又粘在了和出版皮套一样的偏移位置上，着实是有点缘分在里面。但临近开拍时间，所以一直也就这么用了。但现在看来，这种意外简直就像是天意爷发力了一样。这些神奇的小巧合，反而是最后造就了迪迦这么一个经典又帅气的荧幕形象。只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我们所熟悉的迪迦就在这么一步一个坑，与时间赛跑的情况下，最终与世人见面了。而迪迦后面版本的皮套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奇葩的变迁呢？点赞关注，郭子后续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奥特幕后冷知识。我们下期再见喽！